线，就是不能太要脸。他敢说300，我就敢问30卖不卖？读心没有真正有意义，因为你满足了人的心意，这时候人真正想要的是他想不到的东西，但人想象不到自己想象不到的东西。我们可能一生都没有机会去真正读懂一个人，哪怕我们心里那么在乎。我想吃下这颗读心术胶囊，我想去了解我喜欢的人。大家好，我是蔡康永。如果马东全部要买单的话，我会请马东很开心的买50万本我的新书送给奇葩说的各位观众们。哇！大家好，我是薛兆丰。如果马东全买单的话，我会让他请米味的全体员工环游世界，因为他们辛苦了。携程安排，马东买单。哎，大家好，我是李诞。如果马东全买单的话，我会跟他要米味51%的股份，啊，因为我的股份呢已经被一个叫卡姆的人抢走了。大家好，我是罗振宇。如果马东全买单，我想请在场的所有的人去京东的库房里，把所有东西都搬回家。大家好，我是张歆艺。如果马东全买单的话，我想让他带着所有的人去世界的尽头旅游。还不如死在那儿。因为地球是圆的，是没有尽头的，我们可以一直旅游下去。太好了，太好了。大家好，我已经忘了我叫什么了。但是如果马东全买单的话，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阵阵，夏雨雪，天地合，我也不买单。好，我们今天欢迎本期女神张歆艺。来，我们今天有一个开场话题，叫做“你身上的强迫症”。哦，想想看，每一个人都有强迫症，对不对？傅首尔，你有强迫症吗？有什么？不能看到很多蚂蚁，就是如果有蚂蚁，一定要用水冲掉，这是强迫症吧？立即恐惧症，这叫杀生，你知道吗？该搬家了，这个该搬家了。潇潇，你有强迫症吗？听不得敲木鱼的声音。对呀。康永哥，你有强迫症吗？有。什么强迫症？我发现我看书的时候喜欢一边看一边拔胡子，然后呢，我就养成了习惯，就是只要拔下的胡子，我就把它放在书里的标点符号的旁边。所以你如果翻开一本书里面，看到有那一页上面除了正常的标点符号之外，有很多奇怪的黑点点在旁边，那就是我看过的书。他怎么能粘到上面？对啊，很好奇你怎么粘上去的？哎，就是这呸！这么恶心的事应该是我干的，怎么是康永哥干的？你有强迫症吗？有，我跟成哥，我们这个喜剧演员有个强迫症，就是聊天的时候，最后一个最好笑的梗必须是自己说的，所以呢，就导致如果你见到5、6个脱口秀演员一起聊天，就奔着4点去了，就是不停的开玩笑，不停地开玩笑。所以就是如果你不听到笑声，就难受，结束不了，难受，接受不了，对。你有强迫症吗？我有。是啊。我老觉得别人特需要我。这挺操心的。这个叫妄想症。薛教授有强迫症吗？有啊。什么呀？比如我写稿子的时候，我不喜欢每一行最后一个字符或者第一个字符是标点符号，因为这样看上去不齐。那要刚好改成是呢？那就改句话，不一定能够把它改走。哇，难怪你的书写了那么厚，你知道吗？
那本书大概多少万字？40多万字哈，其中有20万字是改标点符号改出来的。罗老师有强迫症吗？我没啥强迫症，但是我有密恐。哦，密集恐惧症，密恐，就是你像你看见潇潇，你会对，会有点反应。你看见颜如晶呢？那还好，那我方队员嘛，我能忍。其实强迫症体现的最多的一点，其实是在你旅行的时候。你想想看，你旅行的时候有那种各种各样奇怪的强迫症吗？康永哥，你出去旅行的时候有什么强迫症？我希望住的地方12点之后还有公餐。哦，因为是晚睡的人就觉得那是午餐。他们如果食物就结束在半夜12点，我觉得他们没有照顾到我们这些不睡觉的人的需要啊。所以这是旅行当中那种特殊的要求，就12点以后必须还得有饭吃。教授有什么旅行当中的强迫症吗？我坐飞机的时候，空姐会问我要喝什么，我通常喝黑咖啡。不要加糖，不要加奶。但与此同时，他们通常会给我一杯咖啡的时候，旁边有一个勺子。我对那个勺子很抗拒，每次都说不需要勺子，因为我不要加糖，不要加奶。我特别能理解。你给他鼓掌干嘛？因为这种痛苦我特别能理解。对，就觉得他根本没听你说什么。他没听我说什么。你知道那个空姐会怎么想吗？他就是说哈，是先生，你不需要汤匙，然后收起来转身就神经病。康永哥，真的，那个空姐不是这样想的，但问题是空姐会做什么？不要加糖，不要加奶是吧？不要勺是吧？好。来。还拔胡子。所以，教授如果在飞机上喝咖啡，发现上面有一个黑黑的东西，那就是康永哥的胡子。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携程希望我们在尽大的范围之内去征求大家对于旅行当中的各种要求，以给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所以跨越山海，携程安排。来，谢谢携程，谢谢。京东一下一时爽，一直京东一直爽。本节目由多快好爽的京东独家冠名播出。鹅真暖和。本节目由国民品牌海澜之家鹅绒系列羽绒服超级赞助播出。跨越山海，携程安排。本节目由带你去全宇宙浪一浪的携程旅行超级赞助播出。动动手指不用跑，好家都在贝壳找。本节目由贝壳找房超级赞助播出。宝宝不上火，爸妈好快活。本节目由荷兰美素佳儿奶粉行业赞助播出。酒单纯顺口，人单纯敢说。本节目由我单纯我敢说的江小白超级赞助播出。江小白的那位现场督察，你在哪儿？他是一个 rapper。Freestyle。我今天很高兴来到了这里，我听到你们有很多有趣的话题，但是好像上一个话题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继续下去。你真的是单纯敢说到跟江小白一模一样。欣赏你，respect，这一块 respect，特别好。好，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辩题。谁在录像的时候不关手机呢？居然是我的，不好意思。坏了，怎么坏了呢？坏了。Hello， 李诞你好，我是一个病毒，但不用担心，我完全无害。你看，为了不让你紧张，我还特地长成了你队员小黑的样子。我太紧张了。今天我给你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你成为了天选之子，你将成为奇葩星球千百万民众里唯一一个有机会服用神奇读心术胶囊的人。吃下这颗胶囊，哇哦 ，magic！ 所有人的心思都会浮现在你的面前。从此以后，
爱人想要的每一份礼物，不必等他开口，你都可以送到他的面前。客户的每一份诉求，都可以不走弯路，一击即中。康永哥每一个微笑背后的潜台词，都会在你心里回荡。你就是新一代情商大师，从此再也不用因为看不透人心而深夜买醉，人间又值得了。有没有心动？胶囊已经送到你家门口了，快来开门吧。影帝，演得太好了。今天的题目是读心术胶囊，你要吃吗？好好想一想。哎，我们请全场观众红蓝键投票，红键要吃，蓝键不吃，请按键。3、2、1。54比46，好均衡啊！今天还是联盟赛，所以今天大家看到正方联盟是携程战队和江小白战队，反方联盟是海蓝之家鹅战队和贝壳找房战队。我们读心术那一题是罗老师跟如今，对，我们4个人，那就是咱们4个。然后你们多出来的人是不够好吗？还是？为什么不让他们打？因为我们人是要前面2场我们都有啊，我们也都有。没想到哎，你们也把人都用满了，是不是？你看我们还有余力跟你们一起打。天哪，荣幸哎！读心术，你们就搭配一个最能赢的队伍就行了嘛。好。首尔。所以如果这一题首尔，然后因为我自己要上场，潇潇，你对这题如何？相对2胎，我读心术稍微好一点。再配一位，配个好笑的。我觉得秦教授会好笑一些耶。比较逗一点，在这。好的。哇哦，强大的阵容。大家知道对方的阵容了之后，在人员上会不会做一些调整？调什么整？显然没有。调什么整？我们的排兵布阵就是最好的，让对方根据我们的去调整。你看是吧？确实也没有。我强烈建议你先泄露给他们。其实他的赛制都是前面的赛段是以胜负为原则，后面的赛段是以打得好看为原则。表演赛。对，因为后面不淘汰人。就是输赢没所谓了，反而压力更大了。淘汰的压力不大了，但是表现的压力更大了。如果能打出遇强则强的表现，就算输了也不丢人吧。我们就是要利用好这个机会，好好的表现，尽力而为。所以今天即将下场担任4辩的是蔡康永老师和罗振宇老师。精彩了，精彩了，精彩精彩！女神今天选择的是反方，也就是不吃。读心术的胶囊你也不吃？吃它干嘛呀？读你老公啊！如果我什么都知道的话，可能丢掉一些神秘感吧。所以他有很多事儿是你不知道的。我觉得如果说这么走捷径的话，有点会让人丢了分寸感吧。直接知道一个什么东西的话，你本身固有的那个分寸感、那个能力就消失了。那母亲，我问你个问题啊，就这个读心术胶囊，除了读心之外，还有美白去皱的功能，吃不吃？我是要3分读，是要3分读，你不要给我。回到现场，我们是54比46，所以正方先开始。正方一辩是谁啊？秦教授，来有请。秦教授，怎么回事？哎呦，先跑一票。我跟你讲，这个是颜值票。啊，前一阵子吧，流行一个词儿，太难了。有一天呢，我去这个棋牌室打麻将，我一进门吧，这个老板就跟我说太难了。我说你怎么了？说最近总有客人呐偷南风，摆出各种造型发朋友圈。生活中我们确实挺难。以前呢，我听到这边一句话，这句话怎么说呢？女人心，海底针。我们本来是要跟他们谈情说爱的，结果呢，就变成了一个游戏。什么游戏呢？就是你来比划，我来猜。鲁迅先生说过一句话，说在中国，
人搞定了，事儿就搞定了。是，确实是这样，人搞定了，事儿就搞定了。但是怎么搞定人，鲁迅先生没说。鲁迅先生没说，老子说。老子在《道德篇》里这么说的：吾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读心术胶囊。因为有了这个胶囊，我们就不用每天在揣测人心，想他们到底要干什么，让我们怎样。有了它，那么女人心就会变成海底捞。换个方向吧，怎么看来不行啊？加油加油！不用加油，就是我哈不了，放心啊。我大学毕业的那一年呢，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一年。母亲去世，父亲病重，妹妹刚上高中，而我大学毕业就待业了。母亲查出癌症，到去世，总共是8年。在这8年的抗癌之路上，我父亲抛下了自己蒸蒸日上的事业，领着我母亲走遍了全国的各处医院，寻找了各种偏方，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也没有挽回我母亲的生命。父亲悲伤过度，脑出血，偏瘫了。按理说，我本来可以成为一个富二代，结果我们一家人呢成了穷光蛋。那个时候体会到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借钱。所以我必须快速的找到工作，可是呢，我只能找夜班，因为白天我要给我的妹妹、给我的父亲做1日3餐。我找到一个网吧做网管，说是网管，其实就是坐在吧台门口给人泡个面、端个水，顺便打扫卫生。我记得当时是一天是18块钱，就这种工作我也没干上1个月，因为东北的风实在太冷了，那个寒风通过门缝把我的腰吹坏了。我连走路都费劲，老板给我开了1个月的工钱，就把我辞退了。我去药店买了2片风湿膏，将剩下的钱呢都给了我的父亲。我没有将这些事情呢告诉我父亲，我寻思我给他躺2天，把身体养好，再去找工作。可是2天后的一个清晨，我父亲咣把门推开了，然后站在门口对我破口大骂。他说我不是男人，我没有责任感。那天我哭了，我想跟他解释。但是我觉得不用，因为他比我还难，他为这个家付出了所有。那天我忍着痛下楼买了2瓶啤酒，我想找他聊聊，用男人的方式和他去聊一聊，大家借着点酒劲儿，谁也别把话憋在心里。可是他看到这2瓶酒之后，他又一次破口大骂，他说家里都这个条件了，你怎么还好意思喝酒呢？这前我想跟他解释，可是他掩面而泣。这是我头一回看到我父亲哭。1年后，我父亲2次脑出血，变成了植物人。植物人真的跟大家在韩剧里看到的不一样，穿得干干净净的，像植物一样躺在床上。植物人因为没有吞咽功能，所以他的痰卡在喉咙这，上不来下不去，长期会导致肺发炎，所以他的气管被切开了，每1个小时需要给他吸次痰。然后他的鼻子要下一根管子到胃里，每天我都要把饭打成糊状，用注射器推进他的胃里。这都不是更恐怖的，恐怖的是什么？恐怖的是他每天晚上都会喊，歇斯底里的喊。一个正常人绝不能喊出那种声音，我不知道他在喊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这种声音一直萦绕在我的脑子里，这种声音响彻楼宇。那时候我不敢下楼，因为我要面对无数的邻居，说无数声对不起。每当我给我父亲擦拭完身体、喂完饭的时候，我就坐在床边，静静地看着他，他也斜着眼珠瞅着我。俺俩的心中有无数的话想说，可是晚了。现在一个不想说，一个说不出。遗体告别的那一天，我的妹妹哭死过去，但是我没有流下一滴泪，因为我已经流干了我这辈子所有的眼泪。今天这道辩题让我想起了这段往事。父亲，如果当时要一颗这个药丸该多好啊！你吃也行，我吃也行，起码你不用那么委屈的上路，我也不用带着遗憾走完我未来的人生之路。老徐是叫汉子老师。
我可以跟他聊一下吗？当然，这纯粹出于好奇。当时你吃了读心丸，然后因此能够知道父亲在不能表达的状况之下心里在想什么。可如果他心里面那些想的事情，就不是你期望的那些事，你也愿意吃这个药丸吗？对啊，我也愿意吃啊。你就想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那可能咱是后推，因为现在我感觉，我就会非常的后悔遗憾。就不管他说什么，只要他说就行。他哪怕只能发个单音阶啊，或者能说点我能听懂的，就够了。了解，谢谢。来，反方一辩是谁？冉高明。来，大家还记不记得刚才的那个小片儿？想一下，一个病毒给你打电话说你是天选之子，你需要一颗药。大家感觉像不像邪教？快来开门吧！我们要做的不是吃药，而是率先举报。而且那个小片儿有非常强烈的矛盾感。我是谁？我是天选之子。天选之子需要吃药吗？怎么是没选好吗？来，接下来说我正经的观点。第一个，我不愿意有读心术，因为它会破坏很多我美好的体验。有了读心术，感动没有了。小的时候，妈妈总是吃鱼头，让我吃鱼肉。有一天，我有了读心术，发现我的妈妈是真的爱吃鱼头。一开始我还不信，直到有一天我吃到了一道菜，叫做剁椒鱼头。鱼头真香，原来我妈是一个实在的女人。第二，有了这个读心术胶囊，有些人认为这是一个超能力，我可以在工作中无往而不利。大家知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非常的奇妙，他的名字叫甲方。他们总会提出一些非常玄幻的要求，比如字体在放大的同时缩小一点，这个黑色能不能再五彩斑斓一些，这个高大上气质的同时能不能添加一些接地气儿的味道，以及甲方的杀手锏4个字儿，感觉不对。这个时候你用读心术读他的心，发现心里只有3个大字儿，缺心眼儿。这就是傻子烧开水，咔咔冒傻气儿，谁也不懂谁。因为有些人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第3个观点，关于人际关系，很多人说我有了读心术，是不是可以在人际关系当中成为一个善解人意的好人？我觉得善解人意是肯定的，但能不能成为一个好人，那可就未必了。想一下，读心术，我们读到了别人心底最深层次的隐私。但是这个时候问题来了，我们知道别人的秘密的时候，我们会选择做什么？说。这世界上最不靠谱的一句话就是你放心，这个秘密我绝对不告诉别人。有多少的秘密都是在这句话的谎骗之下变成了广播。到最后，我在我周围的朋友当中活成了一个大八婆。所有的朋友对于一个八婆是什么态度？是又怕又躲，甚至是恨。我就是屎壳郎打哈欠，什么意思？臭嘴一张。然而，这个读心术更需要我们留意的是，当我们获得了别人内心信息的能力的同时，我们有没有与之匹配的消化这些信息的能力？人和人之间的沟通，不就是靠一些客套话吗？比如说我追人表白被拒绝了，人家会说什么？对不起，你是一个好人。这个时候就可以了，点到为止。我非用读心术再读一层，发现这句话的背后他说的是人是个好人，就是长坏了。你说这不是给自己添堵玩吗？所以其实人和人之间很多的沟通，那些客气话、漂亮话，其实就是人际交往当中的一层美颜滤镜。但是今天如果我有了读心术，我等于是拨开了这层美颜滤镜，非要看到人性的原图。说真的，我没有这个信心，我怕那些真实戳瞎了我的眼。好，最后我要旱地拔葱的为大家上一个价值。这世界上所有的美好，最怕的就是3个字儿，叫做看穿了。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把那些美好都看透了、拆解干净了，其实那份美好也就被我们肢解了。所有的善意背后，都难免有那么一份私心。
所有即使是最好的朋友，也难免在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心里会有一点小算盘和小心思。可是如果我们有了读心术，在一开始就看到了这些，也许我们的心就凉了。所以，我不想拥有读心术，是因为我不想破坏这份美好，因为这份美好非常的脆弱，而我恰恰爱的就是这份美好。谢谢。很好，很好。高明其实今天很厉害，提供了很多的角度和信息量，观众还是很买他的账的，所以他最后得票非常的高。我觉得正方的笑声其实是对反方很大的鼓励，所以刚才我想替蔡老师说一句，刚才高明说话的时候，我觉得首尔应该矜持一点，不要笑那么大声。有人是隔着院子教训我们家孩子吗？潘勇哥，薛教授没有隔着院子，是翻墙过来教训你们家孩子。那作为一个家长，你应该作何回应呢？就放狗咬他。来，小黑、小童到你们了。首尔笑刚才笑的最肆无忌惮的时候，就是屎壳郎打哈欠对的那个瞬间啊！你是不是觉得那个比喻太匪夷所思啊？妈妈，来，双方一辩，准备开杠。加油！加油！教授加油！读心术胶囊可以帮助那些自闭症患者，难道不好吗？你是警察吗？我是罪犯吗？你自闭吗？我自闭吗？特殊人群不在我们今天讨论的范围之内吧？那不是特殊人群呢，是我们要被关爱的人群呢，怎么是特殊人群？但是读心术最大的问题在于侵犯了别人的隐私，你用这种方式以爱的名义侵犯别人的隐私，我觉得是不道德的。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一项新的科技，你们总是要黑化它，难道你们是黑化会发挥挥发吗？来闹口令，老龙恼怒还闹老农呢，读了读心术，老龙恼怒都生气。我跟大家说，为什么吃这个药丸？就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和害人之心从来不在侵犯别人的隐私基础之上实现。双方时间到。哎，不是，咱们说好了啊，开杠就开杠，不带玩绕口令的，好不好？我觉得他们俩应该是共同有一本歇后语、绕口令、顺口溜大全的一样的一本。来，我们给全场正反方投票，5、4、3、2、1，反方32票胜出。来，杨高明加杠。蛋总，我请教一个问题。你说你的强迫症是，如果你说一个段子，下面没人笑，就完蛋了。其实你知道，《奇葩说》这个现场的一辩，不知道你们是默契还是共识，就是一定要用段子来冲击所有观众的那个第一感受，然后把整个的那个效果打开。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这个段子一下撂到地上，观众没有反应过来。就瞬间我能感觉到那个脑袋的汗哗就下来了，然后我就不知道选手真的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会怎么办，怎么调整？你们一般怎么调整？划过去，就是假装一切都没有发生。如果一个梗不响，就假装我刚刚讲的不是梗。啊，是论点。我天天教他们，对。给我们示范一下。就是刚刚那个就是一个示范。你看，你看，只要等得够久，梗总会响的。来，正方2辩是傅首尔。加油加油！太痛苦了，没有办法反驳。等到最后，等到一个点，他说：“如果你了解了别人的小心思，你会感到心凉；但是你会了解很多人的小心思，你反而对人性更加通透，你其实会更加豁达。”我为什么要吃这颗胶囊啊？很简单，因为这颗胶囊非常实用，可以用来还价。我以前还价都是硬还，老板说300，我不可能问299卖不卖。还价怎么探到对方的价格底线？就是不能太要脸。
他敢说300，我就敢问30卖不卖。他肯定会骂我。骂我是好事，就怕他犹豫一下说好的，我就会后悔为什么不敢还到5块。你看，这种心理博弈过程就非常的 low。有了读心术胶囊，起码省了15个回合，底价清清楚楚，还价一锤定音，老板还觉得我特别懂行。还有，它还可以帮助我在购物中保持理智，保持清醒。比如你知道，有些裙子我穿身上就像一根冒热气的香肠，但是导购说真好看，它那个真字就像从肺里吐出来的，特别的诚恳，让我忍不住反省自己是不是活得太不自信了。买回家穿出去才发现，做人有时候确实不需要太自信。我5行缺时尚没关系，我有了读心术胶囊，起码可以省了钱，是不是？再来，它还可以解决很多恋爱中的问题，比如暗恋，很多人都问我要不要表白，要不要表白，辗转反侧。我每次都说表白啊，表白一下让自己死了心不好吗？大部分表白都是为了让自己死心，不如吃了这颗胶囊直接死心。你说在恋爱里有了这个读心术，会不会就没有惊喜了？比如拆礼物。啊，提前知道就没有惊喜，谁告诉你的？你们双11拆快递，跟过年似的，自己买了什么不知道吗？好，第二，我觉得读心术啊是一种刚需。现在网上什么样的文章最流行啊？就是3分钟看透男人心和陈世美到底是怎么想的？陈世美是怎么想的？他妈都不一定知道，但是胶囊知道。你说你们平时求知若渴，现在天降神器你非要拒绝，然后花人生1半的时间去了解星座，你了解了关于白羊的一切，你觉得你是这世上最懂他的人了，结果他告诉你他生日记错了，他是个金牛，是不是有这种时候产生了一种错位？如果有了读心术胶囊，何必要经历这些误会呢？你为什么不吃这颗读心术胶囊呢？吃下去，对不对？妇女朋友们再也不用夜晚查岗了，因为一旦你会读心，你就会发现白天也不那么安全。与其成为他生活里的福尔摩斯，不如成为他生命里的迷思。如果他问你，哎，我为啥想什么你都知道，你就装纯，你就说是呀，为什么呢？你们看我的表情。看我的姿态，他们就是喜欢，男人就是喜欢解谜的生物，你就是要让他解不开。第3，我觉得啊，了解人性是生命的一个重要的体验。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们其实对人了解的欲望越来越少。其实我们可能一生都没有真正的去了解一个人。这颗胶囊对我来说是一个机会。我从懂事起就听到我生父的无数坏话，没有一句好话。小时候我信以为真，我深信不疑，我非常的恨他。长大了，我懂得了人性复杂，我常常怀疑，我了解的那个他是真的吗？我全心全意恨过的那个他，是真的一无是处吗？我很想听听我妈的心里话。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也许我们这一生都不会相见，但我想要知道答案，因为只有答案能让人放下，也只有答案能让人豁达。人性是多面的，有善有恶，有光明也有阴暗，有不堪也有无奈。我们为什么人与人之间有那么多误会？是因为我看惯了你犀利，就忽略了你的温柔；我看惯了你逞强，就忽略了你的脆弱。我们可能一生都没有机会去真正读懂一个人，哪怕我们心里那么在乎。我想吃下这颗读心术胶囊，我想去了解我喜欢的人，我想知道高明这一季选队员我没有选你，你是否还怪我？我想知道执中第6季了，再一次被误会，你是否真的无所谓？我想知道李诞，你给观众那么多笑声，你看着他们大笑，但是你总是把自己喝多，你真的快乐吗？我想知道，许我的人这辈子后悔过吗？我想知道，爱我的人也感觉自己被爱着吗？我想知道，恨我的人，你放下了吗？我想了解过去的你，原谅现在的你。我想拥抱欲言又止的你，我想拥抱一言难尽的你。我真的想读心，我真的想。哪怕这颗胶囊，哪怕这种技能会反噬我，会困扰我，那又怎么样？这就是我在乎你们的代价。我相信也会有人为了我这么做，他也会为了我吃下这颗胶囊来读一读我的心，来看一看我少为人知的温柔。
即使我们看到了对方的不堪，看到了彼此的暗面，那又怎么样呢？会难过吗？我觉得不会，我们应该高兴。我们心中有那么多深邃阴暗的角落，但我们最终都选择了做一个好人，这才是人性最闪光的地方。谢谢大家。所以你真的我是真的快乐啊！我是真的快乐，真的快乐。然后他刚问那题，我都不敢转脸看你。对对，我觉得那问题太沉重了。我妈突然关心我心理健康，好害怕。总比关心你的身体健康要好一些。好，这个好像之中也被那个话题一下给戳中了，是吗？第6季你有很多委屈吗？没关系啊，没事，那就是有呗。来。反方2辩，颜如晶。哎，怎么了？我必须说，现在好想吃这个药丸。为啥？好饿。这个时间点打这个题目真的好饿。哎，开玩笑的啊。刚才索尔姐说的其实很好，很感人，尤其是她最后一个那个论点，非常非常的感人。她想知道的东西很多，但是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好几季前我说过的一个论点，也貌似留过一句话。其实很多的事情，伤害在于知道。我不知道你想知道那些答案是什么，但是我觉得更可怕的是答案出来的时候，可能你接受不了。所以不是所有东西都知道就是好的，但是。具体是怎么样？待会儿林月会告诉你。我们来看看这道题啊，毒性树胶囊要不要吃？其实非常简单判断，吃不吃只有一个标准，看这个药有多少颗。如果只有1颗，这个药是天选之子，只有1颗，而这1颗到你手上，千万不要吃，千万不要吃，卖。吃了你可以怎么样？吃了你还是一个穷光蛋，吃了你能发家致富吗？你不能，对吧？最多你可能可以饱一点，对吧？吃了我们用来干嘛？像索尔姐说，用来还价，用来了解一些比如你妈妈的心声，用来了解我爸爸的心声，这些东西不够，太少了，鸡毛蒜皮的事情。但是我卖给谁？我卖给罗老师。罗老师用的时候，他商业谈判需要啊。你猜他会花多少钱给我买？我卖给谁？卖给马老师。中间商赚差价。你猜他会赚多少钱？我会再卖给罗老师。再不行，你上交给国家。你猜国家会给你颁多大的勋章？这些都是办法。但是如果你自己吃了，那就效益就是最低的。你卖了，你就可以成为世界上最不懂别人心事，但是最富有的人。这个时候我有钱了，我还管你想什么呢？真的，这不是一个搞笑的论点，这不是一个搞笑的论点，我是非常认真的告诉你，千万不要吃。这一颗药需要给他能给价格最高的人，他才能把这颗药真正的价值发挥到最大。我们要看谁能为这个药创造收益。我吃了，我的收益太低了。就好像如果今天有一颗药能让我运动神经飞人，变成世界上最好的人，也不要吃，交给现役的运动员，交给现在的足球队，他们需要。你吃了，你赶得及参加奥运吗？你来得及踢世界杯吗？你来不及。所有任何的事情要看谁能创造最大的效益，所以不要吃，要卖。这是第一点。第二，刚才他们2位其实都跟我们说了很多读心术的用处，他们也喜欢。其实在我这里，我觉得读心术的意义没有很大。什么叫读心？读心就是想知道你在想什么。其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我们每次想啊，我现在大家都会这样的，我现在想要写稿吧，结果我回去的时候我在打电动。我想我待会上台的时候先想一个笑话，结果我的笑话垮了。我们想的东西很多，我想外卖的时候，我想说吃什么呢？吃炸鸡不行，小龙虾好像不错哦。
火锅是不是也可以？你的想法一直在变。如果你读我的心，估计你看到一个电风扇。今天的中文真的看到一个电风扇在那转，没有用。但是我们人可以怎么样？人的心是很混杂的，但是它超级容易被暗示。什么叫广告？今天你不知道吃什么，你看到一个人吃烤肉，烤肉广告，哇，很香，你这时候想吃烤肉，是他有了读心术吗？是个广告读懂你的吗？不是，是他改变了你的心。有价值的不是读心，是能改变你的心。辩论玩的是什么？辩论玩的是说服能力。我们没有人会在乎一开始的起始票是多少。我知道你按给了红方，但是我觉得我有本事把你变成蓝方，这才叫真本事。看透别人的能力不好，能改变别人想法的能力才有意义。再来，我小时候其实很爱玩游戏，但是小时候嘛，大家的零花钱也没有那么多，所以玩的游戏很多都玩不成。但是现在我长大了，我挣了一点小钱，几乎所有的游戏我都买得起了。这时候你问我最想玩的游戏是什么的时候，我的答案是我最想玩我没想过的游戏。你问我最想要的礼物的是什么的时候，我的答案是我最想要那个没想到的礼物。你们最想听的论点是什么？你们想听那些你们没想到的论点。你们最喜欢的电影结局是什么？是意想不到的结局。读心没有真正有意义，因为你满足了人的心意，这时候人真正想要的是他想不到的东西，但人想象不到自己想象不到的东西。所以要的不是读心，是创新。创新才有价值。乔布斯说过这么一句话，毕竟我也没有说过，就用它。我们不需要了解客户需要什么，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大企业做的就是这些，他们要的不是了解客户需求，他们是创造需求。最后，其实我听了秦教授的故事的时候非常感人，但是我觉得读心的能力不是在有读心药丸出现之后才出现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读心的能力，我们都会有去了解别人，想要看别人心思，想知道他在想什么。这些能力不是有了药丸才有的，只要我们肯用心、花心思、花时间，在这颗药丸出现之前，我们就能知道对方想什么。所以对我来说，药丸如果有当然好，但是这是脑洞嘛，所以没有药丸的时候，要的是用心。用心、真心会比读心来得更有意义。最后我介绍了这么多心，你们还记得是什么吗？让我用一首打油诗让大家回味一下。有读心不如有真心，有真心不如懂创新，有创新才会真的很开心。谢谢。今天好像是一个什么绕口令、打油诗的专辑是吧？来，这是双方二辩，开杠，开杠，加油，12，加油，加油！都说知人知面不知心，现在有知心的机会，为什么你不去珍惜？当你吃了读心术药丸，你会告诉他吗？可以装摄像头，不喜欢隐藏摄像头。我不会告诉他的呀，所以他不知道我知道他心里想什么。但是我知道他心里想什么以后，我就可以去了解他的不满。我觉得这可以改善人际关系，你觉得吗？但是你问过他想被你了解，想被你知道他内心的隐私吗？你这不叫读心，这叫偷心。他不想知道，我不告诉他，他不知道我是通过读心术而了解他的，他会觉得我是他一生最重要的知音。所以你看到了吗？我可以允许你在房间装摄像头，因为你要确保我安全，但是你不告诉我隐藏摄像头，我接受不了。我觉得只要我的初心是好的，我因为想了解你，我因为在乎你，我爱你，我不会拿这个技能去做坏事，它就是有用的，对吗？而且天选了我，我其实更想去吃这个胶囊，因为我怕它落在坏人手上，知道你的心事，然后去伤害你。所以你这次告诉我要假定这个药丸一定放在好的人身上，那我告诉你什么办法能确保它在好的人身上，卖给好人。那我问你，如果
你认为你卖的是个好人，但是他认为钱更重要，他又去转卖，你怎么办呢？还是可能会落在坏人手上啊。时间到。所以无论如何不要吃，给创造效益最高的那个人才可能这些药丸有效果。谢谢，谢谢。好，我们来给双方2辩来投票，红蓝键，请按键，5、4、3、2、1。已经厉害，反方4票胜出，来颜如晶加杠，90比10哎。哇，如今太棒了，对稿子的驾驭和表达几乎是完美的。来，点评一下对方选手吧，薛教授。我觉得首尔可以做得更好，我见过更好的首尔，可以吗？哎，你这句话杀伤力还蛮大的。我会了，我见过更差的如晶。表现的这么好干什么？你真的太会做人了，真是的。好吧，来，双方3辩，这边是潇潇。加油！其实刚才啊，如晶跟高明都提到了一个词：隐私、秘密。今年读心术胶囊，大家为什么抗拒？无非2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我们害怕别人听到我们内心的隐私，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不想听到太多别人的隐私，对不对？2个问题，我们一个一个来解决。第一个问题，我不想让人家听到我们的隐私。秘密是什么？秘密是我们内心最见不得光的地方。它可能如同高明所说，它是一次我跟我暗恋对象告白被拒绝的尴尬，它可能是我屡次求职被拒的难堪，它可能是我所有想要却得不到的那股哀怨。秘密、隐私是我们内心最见不得光的地方。但今天这道题让它有了价值。如果今天秦教授、首尔他们吃了这颗读心术的胶囊，他们可以跟他们的爸爸进行一次心与心的沟通，那这个秘密，我的秘密，你们拿去；我的秘密你们拿去。今天这道题它是在问我们，如果这个世界上有读心术胶囊，我们可以得到绝对真相，我们作为每个人，我们愿意为这个世界付出什么？第2个问题，我们不想听到很多别人的故事，我们不想听到这个世界的杂音。在电影《偷听女人心》里，男主角尼克，他是一个大男人主义者，所以对他来说，这个世界的杂音，这个世界的噪音是什么？女人的声音。他觉得女人永远比不上男人，他觉得女人就应该被领导，他觉得女人就是猎物。突然有一天，他被电击了，他拥有了读心术。他万花丛中过，他能听到每一个人的声音，每一个女人的声音。他开始了了解到所有女人的苦衷，他开始了解到所有女人的悲悯，他开始了解到他女助理的怀才不遇，他了解到他女儿渴望父爱。直到有一天，他帮那个他连名字都不知道的女职员捡起掉在地上的文件夹的时候，他听到那个女职员心里对他说了一句话：呀，这个星球原来是有好人的。所以这个世界没有噪音。我们走在马路上，我们听到汽车的轰鸣，我们觉得那是噪音，但其实这个声音是告诉我们前方有车，道路请慢行。我们坐在高铁上，我们听到小孩的啼哭，但其实我们知不知道，我们听到的是他们父母心中的那份无奈。我们在奇葩说的现场，我们听到马老师敲木鱼的声音，我们觉得那是他在控制选手发言的节奏，但其实那是他珍惜每一帧摄像机的胶片，那是钱的声音。所以刚才如今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有读心术，没有错，我们每个人都有过读心术。我们曾经能够听到母亲心里面的哀怨，我们曾经能够听到情人心里的呼唤，但我们现在的读心术用到哪里去了？我们用到老板的身上去了。我们不再愿意对我们身边珍惜的人使用读心术了。
所以我今天要听到所有的声音，就是因为在所有的噪音当中，夹杂着那些对我的问候。我不希望父母对我的电话变成了一种叨扰，我也不希望情人对我的嘘寒问暖变成一种打扰。我今天就是要听到所有的声音，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噪音。所以今天这颗药，它治的是我的病，它治的是我对至亲至爱的冷漠，它治的也是我对弱势群体的忽视，它治的更是我对我自己自以为是的傲慢。我们都要吃下这颗药。现在这个时代，大家不流行读心，但是大家却很流行走心。大家打开手机，点进去微博，随便看到一条关于某个人的一件消息，就能够轻而易举地对这个人做出价值判断，发出自己的看法。大家会说傅首尔是个泼妇，大家会说潇潇没有文化，好像是这样。对，但是今天当我们有了这一粒的读心术胶囊，我们难道不是可以更加立体的去了解每一个人吗？我们难道不可以走进傅首尔的内心，了解他曾经的那些悲悯，了解他内心的那些脆弱吗？所以今天的这一颗读心术胶囊，是我们面对陌生人，我们不要轻易口出恶言的体谅。今天这一颗读心术胶囊，是我哪怕可以保留我不喜欢你的权利，但是我依然愿意倾听你一次的义务。我们每个人都要吃下这一颗读心术胶囊，因为我们都曾经受过委屈，我们也都曾经误解过别人，所以我们都值得被原谅。而今天，当我点开我的手机，我看到那个在网上对我口诛笔伐的人，我拥有了这个胶囊，我读到他其实也是所有疲惫生活当中一个普通的上班族的时候，我是否对他也释怀了呢？他不是讨厌我这个人，只是在他疲惫生活当中，他刷到了我的一条消息，于是就留了一句王八蛋而已。这是我们陌生人之间心与心沟通、冰释前嫌的一个开始。今天我吃下这颗读心术胶囊，是因为我对这个世界不想再抱有一丝的侥幸，我希望我可以时刻的保持清醒。所以这颗读心术胶囊，今天我要先干为敬，谢谢。反方三面，陈凌月。好，大家好。读心术能不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有价值的信息？它能不能让我们读到我们彼此心里的遗憾？能不能让我们读到对方的真心话？当然可以。可是对方忽略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接受了读心术，读到的不只是他心里的一部分，而是他全部的心。刚才首尔姐说，我想看看那些恨你的人是不是真的放下了。可是说实话，这个世界上的仇恨没有那么容易彻底的放下。我们所谓的冰释前嫌，其实我们不过就是给彼此留了一些表面的空间。如果你真的看到了我的心，你看到我仅存的那一点介意，你根本不可能原谅我。大家刚才有没有听到，当马东老师在问职中学长你心里有没有委屈的时候，他说了4个字：没事，没事。你们相信他心里真的没事吗？不是，职中学长真的希望你们之后把精力别再放在他内心的委屈上，去欣赏他每一次伟大的发言。所以，当你读到了整颗心，你才知道有些东西还是不知道的好。第二，潇潇说的很好，他愿意为了读心，为了获取更多的信心，去付出他的秘密。我承认他很坚强。但是这个世界上，对于我们普通人而言，我觉得我最不愿意付出的代价就是不知道的幸福。你知道，我们常常会说知识是这种力量，我们常常会说知道的更多，我们就了解的越多。可是我们常常忽略了，其实不知道才是一种强大的优势。首先，在生活当中，对于我而言，不知道其实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比如说，有一天我下班了。
同事跟我说，其实我一直希望你下班之后能够留下来和我多干一会儿活。我说，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呀？你早说的话，我就不安排约会了。其实心里想的是，幸亏没早说。我妈跟我说，我特别希望你能够1周打扫一次屋子，这一次我就先替你打扫了。我说对不起妈，我真的不知道。其实心里想的是，好险，幸亏不知道，逃过一次算一次吧。所以你发现了吗？其实不知道就不会给你带来压力。当你有了察觉的能力的时候，你就有了回应的责任。所以。读心不仅仅是一种天赋，它更是一种压力。你有了知道的能力，你失去的是不知道的幸福。第二点，有很多事情其实是我们不可以真切地感受人心的。我是一个新奇葩，到这个舞台上，我得到的最宝贵的一个经验就是千万不能盯着前面的票看。为什么？如果他不走票或者倒退票的话，心里完全就乱掉了。我应该看着谁？看着各位可爱的观众，因为我越不知道票数，我的心就越安心。你能想象我现在有了读心术，我能听到每一个人内心的 OS， 我心里会有多乱吗？那边说哇，潇潇讲的好棒啊，哇，你这个论点好差呀。那边说你再这么讲下去，连罗老师都救不了你。我一回头，罗老师心里写着2个字：焦虑。我心想。终于轮到你了，我的论点是什么来着？你看，心里全乱了。这就是不知道的时候帮你保持专心的优势。再来，其实很多职业和辩手是一样的。你例如说医生有了读心术真的要命了。进手术室之前，如果他能看到每一个家属内心的那种担忧和害怕，他看到他面前的那个病人全部的恐惧和痛苦，那个刀根本就下不去。他只有保持屏蔽感受，看不到人心，他才能真正保证自己的专业性，才能冷静地完成他的工作。所以，无论是辩手还是医生，你知道什么叫专业？8个字：屏蔽人心，专心做事。只有屏蔽了人心，屏蔽了感受，我才能一心一意、心无旁骛地做我正在做的事情，我才能真正成为一个专心做事的人。最后一点，我们为什么要吃读心术胶囊？因为我们想看看别人心里的看法。我们什么时候特别想看别人心里的看法？在我们为别人而活的时候。这个世界上没有读心术吗？其实，已经有人在被迫读心。2年前，我的队友高明来到奇葩大会，因为一些偏激的观点，他受到了很多指责，他收到了很多来自于网络世界的真心话。我给大家随便念2条。人屎忍尿也忍不了冉高明在节目里乱叫，化这么浓的妆也盖不住你的垃圾相，他妈是怎么把他养这么大的？这些真心话对他母亲而言意味着什么？真正影响你信念的，从来都不是现实的苦难，而是别人的声音。我多么希望他们从来没有听到过别人的那些声音，我多么希望他们相信自己多过在意别人，我多么希望他们能够屏蔽掉这些杂音，就做内心那个最真实的自己。所以我会拒绝这颗胶囊，因为就在拒绝的那一刻，我可以轻松地说，世界安静了，我又是我自己了。谢谢。漂亮，好。来，我们给双方3遍投票。5、4、3、2、1。正方30票胜出，潇潇加杠。这个话题在我自己想象当中，本来是一个就是会有好多脑洞和打开的话题。我觉得这个题问题好大呀。读心术，如果它真的是个胶囊的话，它应该是个处方药比较好吧？就是给他只能做一件事情，就是你想做的事情，但这个事情我得有一个医生来判定你可不可以吃，能不能吃，是不是安全的，会不会有副作用。所以你觉得那个读心术胶囊应该也有时效，比如4个小时之内有效，4个小时之后就
因为其实我有的时候也会有点想吃这个东西，比如说我跟我的儿子，我也很想知道他想什么，然后我就不用那么就做错事情。新手妈妈都有很多时候会做错嘛，可能他哭不是因为他饿，只是因为他想翻身，我不知道啊。但是如果我有这个读心术胶囊的话，我就知道他的痛苦点在哪，我都可以及时就是不犯错误。但是这个东西还是得要有限制，对，然后还有指定性的。其实你承认这个东西是个欲望，每个人都会有，但是欲望一定要被限制，要不然就会乱，无穷的副作用。对，我觉得是这样的。好，然后双方四辩是2个段子手，来，让我们有请正方四辩蔡康永老师。我每次去看演唱会啊，都好羡慕演唱会台上的歌手可以做一件事情是主持人做不到的，就是他可以跟远方的观众打招呼。所以我今天终于逮到这个机会了。这边上排的观众，你们好吗？我们即将开始迎接一个新的时代了，开不开心？这边上面的观众，你们好吗？我们将有一种新的东西可以吃了，开不开心？我说他是个段子手，没错吧？开心就好。我完全没有想到呢，刚才我方以及反方呢，他们所讲的这些事情，把即将迎接一个新的时代讲得这么憋屈，这么悲伤，我其实好开心。就是我在研究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是真的充满了欣喜，迎接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为什么？因为我真的受够了我们人类的教养，逼迫我们做一个虚伪的人。你知道，我写情商书、写说话之道，就是因为我们要应付这个我们被设计成的样子。我们被设计成了搞不懂别人在想什么，我们被设计成了要揣摩别人的心思。然后你揣摩过之后呢，你会有一份仁慈，你会有个礼貌。所以如果今天我碰到了如今，然后如果黄志忠告诉我说，如今最近正在努力的控制他吃东西的习惯，然后我如果知道这个讯息呢，我碰到如今，我基于我想要鼓励他的心情，我一定会说，哎，你瘦好多啊，加油！好，那如今当然知道他有没有瘦好多，所以他会用这个来衡量说，哇，你这家伙超虚伪的吧？就是我一定有那个教养的同时，那就代表着我得虚伪，就是那是一体两面的事情。所以我的读者问我说，你写说话之道，你是要教我们虚伪吗？我说我从来都不知道诚实是最好的政策 ，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 诚实是最好的原则。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这个原则只适用在我们对自己，我们对自己诚实，那是最好的原则。我们对别人啊，真的没有办法那么诚实。所以你知道我今天的欢乐来自什么？就是我们终于可以迎接一个真的诚实的年代了。就是刚刚那支影片被颜如晶理解为我们是天选之子，然后你只有这一颗，你可以拿去卖给罗振宇或者卖给马东。可是那个影片你一看就知道，那是一支促销广告影片啊！就是你们看看小黑本人长什么样子，就是这是刚才广告中的那个本人。然后他经过换衣服、跟梳妆打扮，还有打了一个幽暗的灯光之后，他变成了外星人的代表，还送给你说有一颗读心术的药丸，你要不要吃下去？已经到你的门口喽。所以刚才马东老师还有我们的女神都已经点破了，既然是一颗胶囊，它肯定是个量产的东西，它是处方药嘛，所以它不是被雷打中，它是一颗现成的已经制造出来的药丸，那是促销手段。所以你看到那支广告，然后你只要问你自己说，我要不要买这个产品？我要不要吃下这颗药丸？我跟你们打赌，你们不必是第一个吃的，可是只要我们全场当中有一个人吃了，你就会接着吃。你受不了别人能够读你的心，而你不能读别人的心。而当每一个人都读得了别人的心的时候，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了吗？我们被迫迎接一个全面诚实的年代，我们藏不住秘密了。我完全认同你方所讲的，秘密对我们很重要，不知道对我们来讲很幸福，我都认同。可是你们不厌倦我们过去这几千几百年来所忍受的，因为不知道而得到这种相怨的幸福，因为
我们觉得隐藏住秘密，我们才能够保有一点隐私。你想想看，当全世界的人都无法保有秘密，你的秘密被他知道，而他也知道你的秘密的时候，秘密就不存在了。秘密是什么？秘密像我们肚子上面的赘肉一样，就是你不得已拥有它，你不喜欢它，你扛着它，感觉很累。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开心的迎接有秘密这件事情呢？不要怀抱秘密。你知道不要怀抱秘密的重要点是什么吗？不要怀抱秘密，我们才会真的改变。我面对过这么多人跟我说他们要改的时候，他们都在敷衍我，包括我敷衍我自己。当我们说我们要改的时候，我们改的只是我们的表面行为，绝对不是我们的内心。直到什么时候我们才必须改变我们的内心？直到我们藏不住秘密的时候。我们为什么没有勇气把秘密暴露出来？因为我们害怕面对别人知道这件事之后的反应。一旦我们根本藏不住，别人就是知道我们的秘密，然后也有了反应，我还有什么好藏的呢？我已经知道了这个秘密，而且我的心思也被你读到了。那个时候我们两个就不再是互相怀抱秘密的相处，而是只好认真的相处。秘密有什么好？秘密是不得已才存在的。所以一旦有一个外星人说，哎，胶囊已经设计好了，吃下去就再也没有秘密，我们的那个星球啊就没有秘密，那就是一个新的诚实的时代来临了。它不仅是一个新的诚实的时代，它也是一个新的平等的时代。你知道它为什么平等吗？因为你在公司里面上班的时候，上司为什么可以整你啊？因为他知道的事情比你多。老板为什么可以要求你工作，而不告诉你公司未来的策略？只有他知道公司要往什么方向去，你只是卖命的在加班而已。吃了这颗药丸之后，你有办法知道那个本来地位高高在上、比你强的人，他在想什么。这不是平等是什么？这是我们得到平等的唯一的机会啊！所以，我多么期待有这颗药丸到来，更不要提到一颗读心术的药丸能够免去我们在面对战争的时候、面对外交的时候跨越了多少的障碍。你想，两国的外交官在那边勾心斗角、彼此互相揣测的时候，如果有了读心丸，他们只能够老老实实的坐下来，依据双方各自最大的需求，好好的谈判。我不忍心听到你们在任何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的时候，依然用旧的时代的思维去想那些最琐碎的事情。我们要好好的迎接这个方便的新的时代。刚刚那是一支广告片，这个药丸不会是唯一的一颗。在场的所有人，地球上只要有人吞下第一颗，你见识到那个人所发挥的力量的时候，你就会抢着吞下第二颗，新的时代就到来了。康永哥厉害的呀！因为一个辩题，他必须得拓宽，把各维度的想到，才能带给大家一些丰富的脑海遨游的感觉。很欣赏蔡康永老师今天的表现。康永哥差点把我们整栋大楼全部摧毁，因为他一开始就否定了他的前提，就是这个读心术药丸只有1颗。哎呀，这可是我准备的稿子呢，全部基础。好，刚才是正方4辩选手蔡康永，然后我们有请反方4辩选手罗振宇。好难，康永哥把票数拉回去这么多啊！而且如果真的像他设定的这样，这只是一广告片儿，你也吃，他也吃，我没法不吃，不吃我就变成了这个世界的弱者。如果真的是这样，那我现在就认输。但是我提醒各位陪审团的团员，康永哥还是篡改了辩题。请问，我们稍微调动一点点常识啊，有一支商业广告片是欺骗每一个用户的吗？你是天选之子，只有1颗，卖给第2个人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上当。卖给第3个人的时候，谁都知道自己是个傻瓜。哎，拍一支广告片，
很贵的。我们还是回到辩题本身，我们选择相信小黑说的，你是天选之子，只有这一刻。什么叫脑洞题？脑洞题就是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所以脑洞题一定在追问一个问题，一个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可能的问题。它是什么呢？关于诱惑。对，一个诱惑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自打在原始森林里面向现代社会进化的过程当中，我们人为什么长出这么大的大脑？因为我们不断的在渴求信息，信息的最后屏障就是人心。一脚能够踹开这扇大门，这是亿万年进化的渴望，要不要踹开它？这个诱惑太大了。但是我方在认真思考之后，仍然建议各位慢着，先不要动。接受了这个诱惑，会发生什么？请注意，世界上只有这一颗。现在你吃了，你成为这个世界上唯一掌握读心术的人。那么请问，谁对你最感兴趣呢？世界各大国的情报部门，他们一定会想方设法把你抓去。你是大情报机构的人，这是不是个宝贝？抓住他，带到一个小房间里，不虐待你啊，好吃好喝伺候着。经常带一个人进来，来老贾读一下，他想什么？你通过吃下这颗药丸，把自己变成了一台测谎仪。你不会离开这个房间，不会允许你离开这个房间的。为了抢你，全世界的情报部门会打起来。你会欣赏到一部360度杜比环绕的枪战片。这个世界谁有秘密，谁就会惦记干掉你。你通过吃下这粒药丸，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被探照灯打亮的、无处可藏的枪靶子。还要吃吗？所以这道题到底在问我们什么？他在问，当我没有能力驾驭一个东西的时候，我是不是还要接受它的诱惑？漂亮。19世纪的早期，大家也都知道，美国有淘金潮。淘金潮的起点爆发在一个农场主的领地上。那天，他的一个手下的农民告诉他，说我们找到金子了。太好了，咱们所有人都发财了。来，我们这儿人不多哈，我们就10几个人，我们保守秘密，我们把金子挖出来发财。你猜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所有人再也不理他了，对他的庄园进行了洗劫，把这个消息传布出去，全美国的人跋山涉水来抢他的金子。在没有能力驾驭的时候，我们何必要知道一个秘密？说得好。现在，这颗药丸就在这儿，你的手已经要伸过去了，你的嘴已经半张了，这个药丸散发出诱惑的光芒。吃还是不吃？各位做决定。好，来，我们给双方4遍投票，5、4、3、2、1，正方3票。来，康永哥加杠，您可以随意的分配给您的队员。
这首尔吧。双方思辨，我们就没让他们双方开杠了，因为我怕气氛过于隆重。双方都有结辩是吗？正方结辩是谁？康永哥结辩，反方结辩呢？罗老师结辩。我结可以。好，罗振宇老师结辩，那就先开后结，先从反方开始。每个人的成长，其实就是你的能力和你想要获取的东西不断匹配的过程。当你一定要期待一个奇迹，突然把自己提升到一个空前的能力的水平上，那么等待你的一定是一场劫难。所以我不觉得人类在我们能够看到的未来可以研发出有读心术的技术。所以我不太同意康永哥说的我们可能拥有一个欢呼的未来。我们人类文明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走过来，有多少能力获取多少成就，文明如此，国家如此，每一个人都如此。所以我的建议是，不要着急，回到自己。谢谢。好，该正方结辩，康永哥1分钟时间，开始。我非常看重罗振宇老师，他开的每一堂课，都是在告诉我一扇我没有推开过的窗户，那就是我无法企及的知识。它对我来讲是诱惑，我热切地拥抱那份诱惑。我从来都不担心我没有办法驾驭那份知识会带给我伤害，我只觉得只要我亲近它，我就能够驾驭它。这是罗振宇教会我的事情。所以，为什么要那么害怕你认为不能驾驭的诱惑呢？那个就是我们追求知识、人类文明累积的最主要的动力啊！我退一步说，我接受罗振宇的设定，这颗药丸只有1颗，然后小黑送到了我的门口。我会做什么事情？我在吃它之前会分析它的成分，然后复制它。哦，怎么有人会像颜如晶一样单纯的说，我就1颗，我把它给卖了？我当然是生产1亿颗、10亿颗拿去卖啊。所以我分析完它的成分，我再吃就好了。然后我一个人吃下去所展现的力量，会让所有人都忍不住，他也要吃。哦，我最后讲一件事情，就是我对这个题目怀抱是非常天真的幻想。第一个，我认为宇宙如此美好，宇宙一定有一个造物者。我看不见他的形象，可是我想要读懂他的内心，我好想知道那颗心灵到底为什么创造这颗宇宙。这是我唯一的机会，我能够体会到有一颗心灵存在，而且阅读它。第二个，我必须吞这颗药丸的原因是，就像对方辩友所说的，我们的内心千丝万缕，混乱无比。如果有一天因为一颗药丸，我能够读懂我自己，不枉此生。谢谢。好，来，我们给正反双方来做一个投票。红蓝键，请按键。5、4。他们的个人能力都很强，所以我就觉得应该就是赢1、2票的事情。3，我的妈呀！2、1，这算什么？这才是最好的安排，皆大欢喜啊！好吧，双方获胜。哇，居然打平，太意外了。什么情况？奇葩说有过这个记录吗？没有。
我开心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他们这100位听了我讲之后脑洞大开，然后他们决定要让我们玩一次我们没有玩过的游戏。好吧，今天是我们《奇葩说》6季以来唯一的一次平手，祝贺双方获胜队伍。好。我们要请另外2位还没有说话的，其实可以表达对这个话题的看法。我觉得罗老师讲那个侦探故事挺有意思的。我好像以前也说过，我一直有一个问题，我觉得很好奇，我没有答案的，就是我们做梦的时候，梦里面跟我说话的那个别人是谁？是我自己吗？因为你还在自己想的嘛，是不是？但那个别人所说的东西已经足够让我觉得有趣了。而真实生活当中，一个我没有读过他的心的人，他给我说的话，我从来不知道他会这么说，有这样的反应，这会让我觉得这个世界非常有趣。这是我的第一个论点。第二个论点其实很简单，我就想起我一个朋友，他经常跟我们说的一个简单的事情，他就问，他说你们上班第一天要不要给同事打水？你们有过这个经历吗？他说如果你第一天上班就开始给同事打水的话，你以后每天都要给同事打水，因为大家的预期你就是一个要了解别人、要讨好别人、情商蛮高的人，对不对？你就要做这个事情，哪天你不做了，大家就会怪你，哎，你怎么了？开始不打水了？别人都新来的人都打水，你为什么不打水？这时候你不能样样都不做，但是你必须在单位里面呢，做一些自己能够力所能及做得很好的事情。当你做得很好以后呢，公司的人就知道他是不打水的，他是不买别人账的，他是不需要了解人家怎么想打那些小算盘的。但是你也在这个公司里面也还有立足之地，而且活得很好，所以呢，不需要读人家的心思，做好自己就可以了。谢谢大家。蛋兄，我本来是反方，因为我们讨论过这个事儿。他说你是读心嘛，我说其实你告诉我都不想听，就是我还别说主动去读了。而我也很认同那个是行为经济学也好，行为学的那个说法。人的想法和说法是千奇百怪的，行为是高度统一的。人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你读出来可能是一堆乱七八糟的事。所以就像如晶说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真实运行的方式只是去改变别人，我们也不是说我也不管我改变没改变你的想法，你就按我想的做吧就得了。如晶说呢，这个改变别人才是真的本事，大企业也是这么做的，企业家也是这么做的。我认可改变了别人是一个真本事，但它是个中性的本事，它不一定是一个好人的本事，它也不一定就是改变了就是好的。我突然想到这个，也是最近了解了一个人神奇的人生啊，叫陈天桥，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这个人？他在30岁的时候就是中国的首富，盛大游戏啊，做游戏做得非常好，但是他做到30岁的时候，他就发现了一个困扰。他就特别会改变别人。他说我在这边啊改个参数输入，那边呢就会输出我想要的结果。他就很疑惑，然后紧接着又发生了第二件事，就是一个如此聪明的脑袋、如此有钱的人得了惊恐症，就莫名其妙就会突然害怕，然后流汗，非常恐怖。他就说我的脑子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输入和输出我都能知道，但是这个黑盒子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他现在呢就抛弃了他以前的所有的东西，他就去研究这个黑盒子了，跑到了美国，花了全副身家在研究这个事情。所以这个也是我非常好奇的事情。我们人类的历史就永远知道输入会得到一个输出，但根本不知道这个黑盒子里是什么，到底怎么了。所以如果这个读心术胶囊能让我们认清自己的脑子，那我愿意吃一下。我跟你们说，主持《奇葩说》这个节目，对我来说最有意思的那个地方是，你不用动脑子。我们导演经常在后来采访的时候问我说，在开场之前你认为谁会赢？我说我哪儿想过，谁爱赢谁赢，关我什么事儿？
然后好多问题我都是坐在这个现场才开始想，但是我告诉你，我的一个诀窍，才开始审视这道话题的时候，我永远会去想，我脑子里有2个东西，就是支配我们行为的东西，来自于奖赏和威胁。我看到这道题的时候，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又是这种脑洞题，世界上不存在的东西，到底应该怎么去判断？我坐在这儿的时候，我这么想的是，我当然第一直觉是应该吃啊。我有了这个判断以后，我才去问我自己为什么应该吃，因为我发现在这道题里面，威胁大于奖赏。为什么？我们人与生俱来的东西，就是对未知的恐惧。这个不是由你后天养成的，是你生下来就有。怕黑，怕不知道，怕别人不喜欢，怕明天会发生什么。所以你会觉得有一个读心术胶囊的时候，你觉得它是一个能力，上天赐予你的能力，不是，它是那个首先救命的药，就是你疼的时候，有一个东西可以不疼，你吃不吃？你第一反应本能就是吃，吃了再说，只是吃完了以后怎么办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今天我坐在这儿听双方这么激烈的辩论，我能得到的一个回归到常识的第一反应，就是吃。第二件事儿，我坐在这儿，我听双方的辩论，我想起一个词儿叫危言耸听。双方都在用这4个字去试图影响和蛊惑我们现场的观众，没办法，这就是辩论的技巧。就是当奖赏不够的时候，就吓唬你。双方都用了危言耸听的招数，描述了巨大的黑暗，让你产生更多的恐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面对这个社会上所发生的那些事情，所传来的各种各样的思潮，我觉得这个挺管用的。你看看它是威胁还是奖赏。那再往下说，这个世界上真的有没有读心术呢？我告诉你们有，只是它不是一个吃完就管用的药，它的疗程比较长，往往要用你一生慢慢吃，而且后面作用越来越大。我告诉你，谁吃了读心术，在座的这4个，包括女神，都吃了。为什么？蔡康永老师吃过读心术胶囊，而且一直在吃。他们吃的是什么？叫阅读。从他认字读书那天开始，加大剂量，每天在吃。吃到后来，他就写了他胳膊上那本书，叫《因为这是你的人生》。所以你看他的书，你会觉得这个人是不是会有读心术啊？他怎么知道这是我的苦恼？对，他因阅读而掌握了读心的能力。这是吃了另外一种读心术，叫做看到了你身上的不高兴。他解救不了你的不高兴，他怎么办？他讲段子，希望你暂时的忘掉。这就是他读出你的那个心思。薛兆丰教授他吃了一个读心术，吃的是什么？吃的是发现你的生活不理智，你冲动做决策，你老是干那些事与愿违的事情。所以他告诉我们说，经济学是研究事与愿违的科学。这就是他的读心术胶囊。罗振宇老师，他是我们5个当中吃的最勤奋的那位，因为他吃的是什么？是他广博的知识面。我告诉你们，罗振宇老师每天读书的速度超过我们所有人的想象。我们那天在后台，他在说，他用一个40多寸的大屏幕在看一本书，一本书他基本上点40多下鼠标的右键，就可以知道这本书大概在讲什么。他每天用10分钟的时间帮你分享一本书，你试试看，这就是他的读心术。